在这个世界，异能就是一切，贵族们靠着这种力量守着自家的地盘和荣华富贵。但这行有个硬规矩，只要你觉醒了异能，管你是不是亲生的，都能直接拎进豪门当养子。南方的帕萨延家族更神，传闻他们家的人死后会化成巨大的神兽白鲸，回归大海。为了让家族更强，他们一直在收养被神兽选中的孩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统领海军的四少爷狄贡。这位狄贡将军不仅有权有势，还是个出了名的宠妻狂魔。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美满下去，可谁能想到变故马上就要来了。原本狄贡将军儿女双全，生活美满的让人羡慕，可谁能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海上风暴，让这一切瞬间成了泡影。整整7年过去，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孤独终老时，帕萨延家主的一道命令打破了府邸的平静。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就这样被送到了狄贡面前，随从甚至直白地告诉他，这就是你以后要养的女儿。苏佩蒂整个人都懵了，家主竟然管她叫这种东西，简直太没礼貌了。不过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既来之则安之。苏佩蒂整理好心情，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别看苏佩蒂年纪小，人家以前可是幼儿园的明星，不仅是胡萝卜班的班长，还是全班最聪明、胃口最好的仔。刚来帕萨延家的时候，老师还特意叮嘱过，说这地方等级森严，全看实力说话，让他千万别掉以轻心。可真住进来才发现，这哪是什么龙潭虎穴啊！狄贡将军不仅亲自抱着他，还给了他一个好听的新名字——苏佩蒂。帕萨延，就连家里的老太爷一见到他就笑得合不拢嘴，直夸这孩子长得真精神。既然大家都这么疼他，苏佩蒂也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白吃白住，得想办法赚点伙食费才行。就在他琢磨该干点啥时，眼前突然唰的一声跳出了一个奇怪的系统界面。这系统界面越看越离谱，堂堂精灵王竟然在线叫苏佩蒂跳屁股舞，还要他伸手戳自己的脸颊。狄贡将军倒是看得很认真，他说能被精灵王看上，那是百年难遇的天赋，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苏佩蒂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还是个香饽饽。紧接着系统就发布了主线任务，要他成为精灵王们的团宠。虽然任务要求有点羞耻，但只要能让家里的大人们开心，能让大家真正接纳自己，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为了能在这个家顺利转正，苏佩蒂决定豁出去了。不就是卖萌吗？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真正的豪门团宠之路现在正式开启。苏佩蒂一路小跑，总算赶回来了。他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带回了满满一袋黄油。老师笑着夸奖他，说是因为他任务完成的好，人家才特意多给的。这下可把他给得意坏了。别看苏佩蒂年纪小，他可是这里的班长，专门负责照顾大家。毕竟这里的孩子身世都很惨，因为海盗的袭击，很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只能在这个托儿所里互相依靠着长大。苏佩蒂还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差点就没命了。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人终于出现了，就是这双温暖的手，把苏佩蒂从绝望里拉了出来。从那天起，他就在托儿所安了家。老师问他喜欢哪个班，他想都没想就选了胡萝卜班，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班能吃好吃的。苏佩蒂早就想好了，等以后长大了，他要去厨房当女仆，做出全天下最好吃的面包。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拼命吃饭，努力长个子。毕竟他是班里最小的一个。就在他正埋头干饭的时候，老师突然急匆匆跑过来，说外面有人找他。苏佩蒂一脸懵，这黑灯瞎火的，到底是谁会来找他呢？苏佩蒂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一座华丽的宫殿。他正纳闷这是哪呢，一个气场强大的男人出现了。狄贡刚打完仗回来，还没进屋就懵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小不点，完全搞不懂这是个什么东西。旁边的随从倒是淡定，直接告诉狄贡，这就是您以后要养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女儿。苏佩蒂看着眼前的狄贡，本来还觉得这男人挺帅，结果对方一开口，竟然说他长得像个海鞘。这下苏佩蒂彻底炸毛了，刚才的好感瞬间全无。这男人长得再好看，嘴巴也实在是太毒了。狄贡冷着脸问他叫什么，苏佩蒂虽然心里不爽，还是小声报出了名字。这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可真够浓的。苏佩蒂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结果狄贡根本不信，还一脸嫌弃地盯着他看，觉得这名自听者就不像真人。狄贡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孩子脸上怎么还亮晶晶的？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给他抹了黄油，好送过来让他给吃了。随从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狄贡实在是太凶了，把孩子都给吓坏了。可狄贡完全没当回事，还吐槽苏佩蒂像只愤怒的小螃蟹。听说苏佩蒂已经4岁了，狄贡更是开启了凡尔赛模式，说他手底下的那帮兵4岁的时候都能骑着海豚去拔人鱼的鳞片了。苏佩蒂在心里疯狂吐槽，这男人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要不是自己现在说话不利索，非要跟他好好理论一番。随从最后终于说出了真相，苏佩蒂可不是普通的小孩，他是这一代被始祖金选中的孩子，也是最有潜力的感应者。这身份可比狄贡想的要尊贵多了。看来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儿，狄贡是不想养也得养了。随从还在一旁猛夸，说苏佩蒂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苏佩蒂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确实是个小天才。可他突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是真当了狄贡的女儿，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做饭了？随从笑着告诉他，成了大小姐之后，做饭这种粗活都有女仆代劳，她根本不需要进厨房。听到这话，苏佩蒂感觉天都要塌了。她可是立志要戴上厨师帽，成为顶级大厨的女人。既然当大小姐的代价是必须放弃自己的梦想，那这爹谁爱要谁要吧。
反正他是不打算伺候了。苏佩蒂深吸一口气，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宣布，既然狄贡也不喜欢他，那他也不想当这个女儿了。这下轮到狄贡傻眼了，他堂堂一个海军统帅，竟然被一个4岁的小不点当众给开除了。狄贡活了37年，还是头一次被当面拒绝，而且对方还是个4岁的小不点，这让他半天没回过神来。加利扎德倒是挺热情，一见面就想聊聊孩子的事，可狄贡根本不给机会，转头就走，说自己绝对不会收养他。加利扎德可不答应，他提醒狄贡，这孩子4岁就觉醒了天赋，还是被始祖金亲自选中的，这种天才上哪儿找去？狄贡听得心烦意乱，甚至开玩笑说，要是始祖金有意见，让加利扎德自己去揍他一顿。狄贡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他已经有2个儿子了，养孩子这种麻烦事，还是送给没孩子的姐姐比较合适。加利扎德看着狄贡这副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知道狄贡在逃避什么，于是干脆使出了杀手锏。他说：“狄贡难道没发现吗？这孩子长得实在是太像当年的那个他了。”这句话一出，原本还在找借口的狄贡瞬间沉默了。看来这个叫苏佩蒂的小女孩注定要成为他生命里的例外。狄贡的态度依然很坚决，他说苏佩蒂绝对不是他的女儿，因为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9岁了。原来狄贡心里一直有个伤疤，加利扎德看在眼里，劝他别再像个流浪汉一样生活了，希望这个新出现的女儿能让他重新活得像个人。不管狄贡怎么抗拒，加利扎德这次是铁了心，让他必须把苏佩蒂领回去养，毕竟这可能是治愈他的唯一机会。而此时的苏佩蒂完全不知道大人们在吵什么，他正对着满桌子的甜点流口水，觉得这简直是人间天堂。吃着美味的马卡龙，苏佩蒂幸福的都要飞起来了。他甚至当场改了志向，以后不光要当大厨，还要当个能做出顶级甜点的女仆。不过这孩子心眼儿还挺好，吃着吃着突然停了下来，觉得一个人吃光太贪心了，得给其他人也留一点。他认认真真的数着盘子里的点心，1、2、3、4、5，数来数去还是觉得不够分。看来这顿下午茶他是吃的既开心又纠结。苏佩蒂盯着盘子里的马卡龙，又开始动起他的小脑筋。他凑到女仆身边，发动了无往不利的可爱攻击，想再多要一个点心。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班里一共有9个小朋友，可现在马卡龙只剩下8个了，这样分下去肯定有人没得吃。女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问他既然只有9个小朋友，为什么还要伸出10个手指头？苏佩蒂眼看瞒不住了，干脆实话实说，其实是他自己也想再吃一个。这副诚实又贪吃的小模样，把女仆的心都给萌化了。女仆二话不说，直接把苏佩蒂抱进怀里，别说再要一个了，就算是要100个也得给。就在这一大一小闹得正欢时，狄贡突然出现在门口，苏佩蒂吓得一激灵，还以为这个鲨鱼大叔要把他送回托儿所去，没想到狄贡这次变了态度。他看着眼前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家伙，语气虽然还是冷冰冰的，但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大吃一惊。他决定不再把苏佩蒂送走，而是要亲自抚养他。看来这位冷酷的海军统帅终究还是没能逃过真香定律。这床也太软了，简直像躺在棉花糖里一样。虽然环境变好了，但苏佩蒂心里还是空落落的。以前在托儿所，大家都是挤在一起睡的，哪像现在一个人守着这么大的屋子。其实他压根不想留在这。当初狄贡突然出现说要养他，他可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那个男人冷冰冰的，只会强行把他带走，根本不顾他的意愿。好在关键时刻，最疼他的老师赶过来了，这才是他现在唯一的依靠。苏佩蒂委屈坏了，拉着老师不停告状，说这里的人不让他下厨，他只想回托儿所做饼干和面包。就在这时，狄贡直接推门进来，当场给他开了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苏佩蒂愿意当他的女儿，家里的厨房随便他用，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招果然好使，为了能继续当小厨师，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大宅子里。可到了晚上，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房间，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更奇怪的是，他总觉得有个声音在耳边回响，说他是那个被选中的特殊孩子。老师温柔地告诉苏佩蒂，从今天起，狄贡就是他的父亲了，这不正是他一直想要的家吗？可苏佩蒂躲在被窝里，怎么想都觉得尴尬。爸爸这2个字现在根本叫不出口，毕竟那个男人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统帅海军的顶级天才，10岁就能单挑海妖王，是所有人眼中的大英雄。苏佩蒂心里很清楚，狄贡之所以收养他，是因为他也是个觉醒者，有着和他一样惊人的天赋。可一想到那个叫他海鞘的男人以后竟然要管他叫爹，苏佩蒂就觉得这事儿比吃苦瓜还难受。苏佩蒂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实在搞不懂什么是觉醒者，听起来就像难吃的西兰花，让人一点也提不起兴趣。不过老师总夸他聪明，为了不让老师担心，他决定拿出胡萝卜班班长的气势，一定要在这里好好表现。第二天一早，苏佩蒂特意换上漂亮的洋装，还郑重地别上了班长胸章，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吃早餐。看着满桌子丰盛的饭菜，他礼貌地跟大家打招呼，虽然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但表面上还得装得像个小大人。狄贡坐在餐桌主位，头也不抬地让他赶紧坐下。这父女俩的第一次正式早餐，气氛看着还是有点僵硬。狄贡放下餐具，一脸严肃地宣布了一个决定，既然苏佩蒂是觉醒者，那就不能整天在家玩，从今天起的去学校上课。苏佩蒂一听要上学，立马想到了他的老本行，赶紧追问那个学校里是不是也有班长这个职位。狄贡听完直接愣住了，他说自己那几个儿子从来没提过班长这回事，估计学校里根本没这规矩。
结果身后的卡明忍不住了，当场拆了自家统帅的台，说学校里不仅有班长，而且竞争还挺激烈，只不过统帅大人的那几个亲儿子回回都选不上，所以才压根不敢回家提这茬。这下轮到狄贡尴尬了，原来在外面威风凛凛的统帅，家里的孩子在学校竟然连个班长都混不上。苏佩蒂倒是没想那么多，他只记住了一个名字，那个回回都能让孩子当班长的塞西利亚，到底是什么厉害人物？听说学校2周后要选副主席，狄贡为了让女儿争口气，当场开出了一堆诱人的条件，只要苏佩蒂能选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不仅要给托儿所增加支援，还要送好几箱甜点过去。苏佩蒂一听眼睛都亮了，这下老师和同学们肯定乐坏了。旁边的卡明赶紧使眼色，暗示苏佩蒂趁这个机会再多管统帅大人要点好处，毕竟这种薅羊毛的机会可不多。苏佩蒂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觉得物质奖励已经够多了，他突然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一脸认真地看向狄贡。他说自己什么礼物都不要，只希望狄贡能答应一个要求，那就是到时候一定要陪他一起去。谁能想到苏佩蒂提的要求竟然这么简单，他不要什么昂贵的礼物，只是想让狄贡陪他一起去训练馆。看着别的小朋友都有父母陪着，他心里其实一直挺眼馋的。虽然狄贡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但这一刻他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就这样，海军统帅亲自护送小班长，这阵仗简直拉满了，一进门就成了全场的焦点。周围的学生都在小声嘀咕，这孩子看着也太小了，怎么还是统帅大人亲自送过来的？苏佩蒂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心里突然有点打鼓，这地方跟之前的托儿所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在苏佩蒂还在紧张的时候，狄贡突然蹲下身子，一脸严肃的开始交代社会经验。他说，虽然不希望出事，但要是有人敢动手打你，你就直接给我咬回去，一定要拼尽全力去反击，不然在这地方你只会被别人一口吞掉。苏佩蒂听得整个人都傻了，虽然眼前的统帅大人确实帅气，但这压迫感也太吓人了。他在心里疯狂呐喊，妈妈快来救救我，既然来了新同学，今天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觉醒者。身为副班长，我绝对不能掉链子，一定要好好表现。老师看起来状态不太好，真想给他送碗胡萝卜汤补补元气。里卡多抢着回答说，觉醒者就是领地的盾牌，没有他们谁也守不住家园。老师点点头补充道，数量多没用，质量才是关键。曾经17个人都没打赢一个觉醒者，而分辨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看身上有没有魔晶。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已经有标记了，我记得老师说过，我的标记就在左肩下面，虽然到现在我还没亲眼见过他，既然没人打算解释，那我就自己问个清楚。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大声回答，我叫楚。我举起手问了最关键的问题，到底什么是魔晶？没想到话音刚落，里卡多就笑得前仰后合。他说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里卡多冷笑着说，一个平民出身的孤儿，口气倒是不小。这个胖土豆真是没礼貌，不知道才要问，难道老师不就是用来教书的吗？里卡多居然嘲笑我像个土豆，这下好了，全班同学都在看我的笑话。老师叹了口气，让我回去查清楚什么是魔晶，接着就开始讲正事。他说领地的行政归家主管，军事则由统帅负责，那共鸣者又是干什么的？我还没反应过来，里卡多就抢着说，共鸣者能传达祖经的话语，还能用歌声治愈伤口，这些东西幼儿园根本没教过。要是问我做饼干需要多少糖，我肯定能答上来。虽然委屈的想哭，但我必须忍住，毕竟我可是副班长，绝对不能在这里认输。好不容易熬到下课，虽然老师讲的还是听不懂，但我已经尽力了，正打算去找丽娜问个明白，顺便吃块她亲手做的饼干，结果麻烦又找上门了。里卡多带着跟班拦住我，问我是不是跟统帅大人一起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他的跟班狠狠推了一把，这下真的出大事了。我最心爱的饼干掉了一地，一半都还没吃到呢。我站起来盯着他们，大声要求他们道歉，不管是谁都不准随便推打朋友，如果是意外就必须说对不起，然后再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里卡多这群人简直不可理喻，他们觉得我这个平民肯定是疯了。我告诉自己再忍最后一次就好，可里卡多根本没打算收手，他盯着我胸前的班长胸章，竟然直接伸手把他拽了下来。我急得大喊让他还给我，那可是我最宝贝的东西。里卡多冷笑着说，有本事你就自己抢回去。他根本不接受我成了统帅大人的孩子，因为那个位置原本是他想要的。他当着我的面把那枚胸章撕得粉碎，还骂我只是个肮脏的平民。看着碎了一地的胸章，我小声告诉他，那是老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里卡多根本不在乎，还得意洋洋的让我赶紧滚蛋。可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到底闯了多大的祸，周围的空气开始变得不对劲。里卡多愣住了，他完全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真的已经忍到极限了，既然你们非要逼我，那就谁也别想好过。里卡多这下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女孩竟然拥有传说中的精灵力，这可是平民绝对不可能触碰到的禁忌力量。局面一下子彻底失控，苏佩蒂根本没打算收手，强大的威压直接横扫全场。刚才还嚣张跋扈的里卡多，现在只能跪在地上求饶。这股力量实在太霸道了，他连站都站不稳，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这股气息彻底吞没。这下子谁才是真正的弱者，已经一目了然了。里卡多的惨叫声还没停，苏佩蒂就已经撑不住了。就在他快要倒下的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响了起来。狄贡及时赶到，稳稳地接住了这个小家伙，他轻声安慰着，让苏佩蒂彻底放松了下来。等苏佩蒂再次睁眼，人已经在狄贡怀里了。卡明在一旁汇报着刚才那场混乱的后果。
里卡多这回是真的踢到铁板了，他的力量核心受损严重，以后恐怕再也没法翻身，甚至会被家族直接踢出门。反倒是苏佩蒂身体一点事都没有，甚至还得到了精灵王的加护。这下所有人都看明白了，这个看似弱小的小姑娘才是真正惹不起的大人物。狄贡看着熟睡的苏佩蒂，心里也是一阵后怕。他本来只是想让这孩子稍微教训一下那帮人，谁能想到他直接把精灵王给招来了。这下事情可就复杂了。卡明在一旁小声嘀咕，怀疑这孩子是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毕竟这种力量实在太不科学。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精灵这种纯净的生物绝对不会亲近违背自然的存在，这说明苏佩蒂的身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纯粹。卡明一眼就看穿了狄贡的心思，这哪是不想把孩子交给别人，分明就是自己想当爹了。毕竟这孩子现在这么依赖他，谁看了都舍不得放手。狄贡看着怀里的小家伙，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要留在他身边，那就要有个全新的开始。他决定要给这孩子起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新名字。既然决定要收养这孩子，狄贡觉得不能再随便叫他什么了。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苏佩蒂。在古老的传说里，这是指引航向的北极星，也是无往不胜的战争女神。从这一刻起，她正式成为了苏佩蒂。可就在这时，熟睡的小家伙却陷入了梦魇。他在梦里拼命喊着妈妈，那是他最不愿回想起的离别。梦里的妈妈告诉他要坚强，还叮嘱他要做个好班长。苏佩蒂哭着想要挽留，可那个背影还是越来越远。等他猛地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他不再是那个班长了，心里只剩下一阵阵难受。守在旁边的丽娜赶紧凑过来，看到苏佩蒂终于醒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苏佩蒂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孔，虽然意识回到了现实，可刚才那个悲伤的梦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静。苏佩蒂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总觉得刚才做了个很重要的梦，可一眨眼的功夫，脑子里的记忆就像被擦掉了一样，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丽娜笑着走过来，说今天的课程全都取消了，打算带她去烤饼干。苏佩蒂一听有玩的，刚才那点烦恼瞬间全没了。来到餐厅，看着满桌子丰盛的早餐，苏佩蒂眼睛都看直了，这日子过得简直像在做梦。就在这时，加利扎德推门进来，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看着确实有点吓人。苏佩蒂心里直犯嘀咕，这位大叔长得也太凶悍了。可加利扎德一开口，语气却意外的和蔼。他原本还担心苏佩蒂召唤完精灵王会累坏，现在看他胃口这么好，总算能放心了。苏佩蒂听得一脸懵，精灵王到底是什么？难道自己昏迷的时候还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吗？苏佩蒂心里直打鼓，刚才跟人打了一架，这下肯定要被大人训话了。结果一进屋，狄贡正跟加利扎德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嫌对方不该来，一个嚷嚷着要看孙女，根本没人顾得上管他。苏佩蒂刚松了一口气，眼前突然刷刷冒出一堆蓝色弹窗，水精灵王在那大喊大叫，谁敢欺负他的孩子？火精灵王一脸无奈的叹气，土精灵王倒是在旁边点头，觉得这小姑娘确实挺可爱。苏佩蒂整个人都看傻了，这面前飘着的都是些什么？难道是因为肚子太饿，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吗？苏佩蒂揉了揉眼，这蓝色的弹窗居然还没消失，反而越跳越多，上面写着什么育儿聊天室，还配了好多可爱的贴纸。苏佩蒂也没多想，顺手就点了个确认，这下可好，屏幕瞬间被刷爆了，水精灵王和火精灵王全挤了进来，吵得不可开交。苏佩蒂哪见过这阵仗，正打算找旁边的狄贡问个清楚，结果刚一开口，整个人都傻了，原本想说的话全变成了奇怪的鸟叫声，这下麻烦大了，他该怎么解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苏佩蒂这下彻底慌了，不管他怎么努力想说话，嘴里蹦出来的全是啾啾声，活脱像只刚出壳的小鸡。狄贡在旁边听得直皱眉，还以为这孩子是在饭桌上调皮，板着脸提醒他吃饭的时候不许学鸡叫。苏佩蒂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哪是在玩啊，他是真的说不出话了。更让他崩溃的是，看狄贡这副淡定的样子，他显然根本看不见那些乱飞的弹窗。就在苏佩蒂快抓狂的时候，系统居然自动开启了儿童模式，紧接着一个长着翅膀的小精灵唰的一下直接蹦到了他面前。这小家伙自称叫尤皮罗斯，不仅是这里的管理者，还是什么精灵王的管家。苏佩蒂听得一头雾水，这精灵王到底是什么大人物？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屏幕上又跳出个新提示，说是情感精灵王也跑来凑热闹了，甚至还想把他当宠物养。这下可好，想当他长辈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苏佩蒂本来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只要他一开口，整个人就会变成一只圆滚滚的小鸡，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算了，还是先干饭要紧。系统这回玩得更大了，居然提议让所有精灵王共同育儿。苏佩蒂数了半天也没数明白，怎么莫名其妙就冒出6个爹来？这要是全凑齐了，家里还不得翻了天？还没等他想清楚，眼前的麻烦就先来了。看着盘子里绿油油的豆子，苏佩蒂是真的一口也咽不下去，这哪是吃饭，简直是在受刑。偏偏狄贡还在旁边盯着，这男人板着脸，一开口就是命令语气，不准挑食，必须全部吃光。苏佩蒂本来想偷偷蒙混过关，结果一抬头正好撞上狄贡那冷冰冰的眼神，这下彻底没戏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塞。谁能想到这位统帅大人还没打算放过他，看着他好不容易吞下一口，男人冷冷的又蹦出2个字，再多吃点。苏佩蒂一边嚼着豆子一边吐槽，既然这玩意儿对身体好，那大人们怎么不带头多吃点？他觉得自己已经够强壮了，根本不需要这些绿色的小恶魔。
就在这时，系统突然跳出来送了个祝福，说是能提高他的勇气和适应力。苏佩蒂看着眼前飞过的蓝蝴蝶，心里直犯嘀咕，这所谓的祝福到底靠不靠谱？餐桌另一头，加利扎德爷爷正劝狄贡吃点东西，可这位统帅大人脾气硬得很，冷着脸说自己烦都烦死了，根本没胃口吃饭。结果系统看热闹不嫌事大，反手就甩出一个联合任务，要求苏佩蒂必须让狄贡也把豆子吃了，要是失败了，他就要当整整1天的复读机。苏佩蒂看着盘子里的豆子，再看看狄贡那张生人勿近的脸，这哪是送祝福啊，这分明是想看他怎么当众出丑。为了不让自己再变成只会叽叽叫的小鸡，苏佩蒂这回是真的豁出去了。虽然心里还在打鼓，但为了4岁孩子的尊严，他决定主动出击。只见他端起那盘绿油油的豆子，迈着小短腿，一路小跑到了狄贡面前。这架势把桌上的2个大男人都给看愣了。狄贡皱着眉头问他想干什么，苏佩蒂立马换上一副天真无邪的笑脸，甜甜的说：“好东西就是要大家一起分享啊，统帅大人也跟我一起吃吧。”这卖萌攻势确实挺像那么回事，可惜姜还是老的辣。旁边的加利扎德爷爷一眼就看穿了，笑着问他：“你这小鬼头，是不是自己不想吃才塞给别人的？”加利扎德爷爷这刀补得是真准，当众嘲笑狄贡还没听过女儿叫爸爸。看着狄贡那张越来越黑的脸，苏佩蒂还在那一口一个大叔叫的欢，这统帅大人的面子算是丢尽了，大概是实在听不下去了。狄贡居然主动放低了姿态，轻声跟苏佩蒂商量：“以后你可以直接叫我爸爸。”谁能想到，苏佩蒂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爸爸这个词听起来就跟西兰花一样，让人打心底里觉得反胃。最后他干脆折中了一下，改口叫他统帅大人。虽然没听到想听的那声称呼，但狄贡还是顺手把他抱到了腿上。他耐心地解释着家族的传统，告诉他从被选中的那一刻起，他就是这个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苏佩蒂乖乖坐在他腿上，感受着那股厚实又暖和的热气。虽然嘴上还没完全认这个爹，但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好像真的还挺不错。苏佩蒂坐在狄贡腿上，突然发现这简直就是投喂豆子的绝佳位置。只要这男人一开口，他就能立马采取行动。狄贡还在那儿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说只有继承了家族血统的人才能成为统帅或者共感者。他正说得起劲呢，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就在狄贡张嘴的一瞬间，苏佩蒂眼疾手快，直接一叉子豆子精准地对进了他嘴里。这一下把这位威风凛凛的统帅大人彻底整懵了。旁边的加利扎德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只夸苏佩蒂是个胆大包天的小淘气，连系统里的精灵王都在疯狂刷屏，觉得这波操作简直是神来之笔。苏佩蒂趁着狄贡还没反应过来，赶紧补上一句：“豆子对身体好，统帅大人就陪我一起吃嘛。”看着狄贡那副想吐又不能吐的表情，这波任务他算是彻底拿捏住了。这下坏了，看着狄贡那副表情，苏佩蒂心里开始疯狂打鼓。他应该没生气吧？总不能是因为这豆子太难吃，打算当场找我算账吧？苏佩蒂垂头丧气的，刚才还是被狄贡训了一顿，说他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该往嘴里塞叉子。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刚才那一瞬间哪来的胆子敢顶撞统帅，简直就像被什么附体了一样。还没等他想明白，眼前突然跳出一堆奇怪的指令，一会儿让跳屁屁舞，一会儿让戳脸颊。这群精灵王到底是想干嘛？感觉既是在逗他，又是在变着法子宠他。苏佩蒂实在是忍不住了，开口问尤皮罗斯：“那个所谓的国王宠到底是什么意思？”尤皮罗斯在那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清楚这个称号到底啥意思。结果火之精灵王直接看不下去，隔空给了他一个脑瓜崩，警告他说话注意点。这下尤皮罗斯委屈坏了，苏佩蒂还在旁边心疼他，觉得这小家伙被霸凌了。结果搞了半天，这个称号其实就是团宠的意思。精灵王们会像疼亲侄女一样，一直宠着苏佩蒂。看着满屏夸她可爱的弹幕，苏佩蒂心里美滋滋的，谁不喜欢被大家宠上天呢？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尤皮罗斯突然话锋一转，说精灵王们发布了新任务，要他正式获得这个团宠称号。苏佩蒂这下愣住了，合着刚才那些夸奖全都是任务开始前的甜头。这任务听着挺玄乎，尤皮罗斯说只要能成，狄贡统帅和家里那位老爷子都会跟着沾光变高兴。苏佩蒂一听能让长辈开心，立马就来了精神。虽然尤皮罗斯讲的那堆历史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但只要能当上这个团宠，他就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人。不过问题来了，那些不在场的精灵王该怎么去讨好呢？苏佩蒂咬咬牙，打算豁出去试一下，刚才那个羞耻的屁屁舞是不是真的管用。就在他准备开跳的时候，丽娜推门走了进来，问他是不是太无聊了，要不要一起去玩面团。这下苏佩蒂尴尬了，刚攒起来的羞耻心瞬间被这面团给打断了。一听说要玩面团，苏佩蒂刚才那点尴尬全没了。他拍着小手指点头，丽娜贴心的帮他铺好案板，这可是苏佩蒂最擅长的领域。以前在托儿所的时候，他就经常摆弄这些东西，软绵绵的面团捏在手里，感觉整个人都治愈了。他最喜欢的就是亲手做各种甜点。就在他揉得起劲时，系统突然弹出了奖励提示，原来是因为刚才喂狄贡吃豆子，触发了隐藏奖励，给了他一瓶神奇的魔法砂糖。这东西可不简单，据说能消除所有的加班疲劳。苏佩蒂看着手里的瓶子，心里冒出了一个小主意，既然这糖效果这么好，要不要偷偷往面团里加那么一点点呢？苏佩蒂打算大干一场，用那瓶魔法砂糖做点能量饼干，结果手一抖，大半瓶糖直接全撒进去了。这下可把他心疼坏了。
不过转念一想，既然这糖是好东西，那多放点效果肯定更猛。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糖全给倒了进去。丽娜这时候拿来了模具，提议做成可爱的小熊形状。两人兴冲冲地跑进厨房，又是揉面又是画眼睛，忙得不亦乐乎。随着烤箱门打开，一股浓郁的甜香味扑面而来，一盘金灿灿的小熊饼干正式出炉。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家伙，苏佩蒂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就是不知道这加了超量魔法砂糖的饼干吃下去到底会有什么威力。饼干刚出炉，厨师长就眼巴巴地过来请示，问苏佩蒂接下来还有什么吩咐。苏佩蒂礼貌地笑了笑，拜托他把这些小熊饼干都包起来。厨师长问是不是要装在一起，苏佩蒂甜甜地应了一声，还特意说了声谢谢。这一下可不得了，厨师长直接被萌得找不着北了。他在心里疯狂呐喊，这哪是小女孩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小棉花糖，甚至激动到说自己死而无憾了。旁边的侍从赶紧拉住他，劝他为了这份可爱也得好好活着。临走的时候，整个厨房的人都出来欢送，厨师长还大声许诺，下次一定要给小姐做草莓糖。苏佩蒂抱着香喷喷的饼干，心里美滋滋的。丽娜在一旁看着直笑，说大家都这么热情，全是因为小姐实在太讨人喜欢了。苏佩蒂开心的挥挥手，这一趟厨房之旅简直是收获满满。苏佩蒂抱着刚做好的饼干，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明天上课前一定要送给老师。可他突然愣住了，自己好像还不知道老师叫什么。丽娜在一旁提醒，那位老师叫塞德里克，他可是统帅大人身边的红人，办事效率高的惊人，领地里的大小情报全归他管。听丽娜这么一说，这位塞德里克简直是个工作狂，每天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连休息日都泡在办公室里，简直就是个铁人。本来教育馆是有专门老师的，可那些贵族家的顽劣孩子太难搞，老师们一个个都被气跑了，最后没办法，只能让塞德里克过来兼职。苏佩蒂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么一位严肃又忙碌的大人物，要是看到这袋小熊饼干，到底会是什么反应？丽娜在一旁小声嘀咕，说这位塞德里克老师因为总加班，脾气确实有点古怪。苏佩蒂一听反而更来劲了，决定明天一早就去办公室堵人，非要把这份爱心饼干送出去不可。丽娜拗不过他，只好答应明天带路。苏佩蒂抱着饼干袋子，满脑子都是老师收到礼物后惊喜又感动的样子。可镜头一转，第二天的塞德里克简直惨不忍睹，这哪是去上班啊，这分明是魂儿都快熬飞了，眼下的黑眼圈重的吓人，整个人就像个没得感情的加班机器。听到有人催他去上课，他嘴上答应着，心里其实早就崩溃了，满脑子都在想自己上次躺在床上是什么时候，现在只想原地消失，回家一口气睡上18个小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外走，每一步都写满了拒绝。他不是不想起床，他是根本就不想面对这个世界。塞德里克正魂不守舍地走着，整个人还没从加班的噩梦里回过神，结果一抬头，苏佩蒂已经在那等着他了。他像个自带滤镜的小太阳，元气满满的打了个招呼，还特别贴心的问了一句：老师，您昨晚睡得好吗？这一句话直接把塞德里克给问懵了。清晨的公爵书房里，塞德里克正在汇报，那些潜伏的眼线已经被彻底清理干净了。加利扎德随口问起狄贡家那个小儿子的近况，得到的回答却是埃尔根的病恶化得很快，现在连坐起来都费劲。既然找不到能续命的伙伴，加利扎德冷冷地丢下一句：如果这就是他的命，那就到此为止吧。塞德里克愣住了，难道仅仅因为没有利用价值，就要亲手放弃自己的孙子吗？毕竟想要活下去，埃尔根必须找到那个能和他共享生命力的人。加利扎德又在打如意算盘了，他盯上了苏佩蒂的潜力，想让塞德里克去引导他，最好能直接跟精灵王签下契约。在他眼里，只要这个孩子有利用价值，能不能成为共鸣者都不重要，只要能为家族效力就行。可怜的塞德里克，每天忙得只能睡3个小时，工作多到根本做不完，心里早就想撂挑子不干了。他再次提起了那封辞职信，结果加利扎德哈哈一笑，直接把话题给绕开了。那个老头子肯定又耍赖了，8成是把辞职信折成纸飞机，直接顺着窗户扔了出去。塞德里克现在只想睡觉，哪怕能躺在床上歇一会儿，对他来说都是奢侈。就在他推门要离开的时候，苏佩蒂突然蹦了出来，很有礼貌地打听加利扎德是不是在里面。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塞德里克下意识点了点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就塞到了他手里。苏佩蒂笑得特别灿烂，他说这是专门送给老师的，只要吃了里面的东西，马上就能变得有精神了。塞德里克接过礼物，一时间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加利扎德在旁边故意逗孩子，问他是不是只给老师准备了。苏佩蒂赶紧摆手，说自己昨天忙活了一整天，给每个人都烤了小饼干。这大方的镜头让塞德里克都看呆了。要知道，在这个家里，还没人敢在公爵面前这么放松。这孩子不仅不害怕，甚至还敢开玩笑。关于苏佩蒂的背景，塞德里克其实调查过很多次，一个身份不明的孤儿，却在极小的年纪就觉醒了，甚至还有精灵王暗中保护。虽然有人怀疑他是狄贡统帅流落在外的骨肉，但从年龄上来看，这根本就对不上号。看着苏佩蒂天真的笑脸，加利扎德拿起了那块小熊饼干，他倒要看看这个浑身是谜的小家伙到底还能带给他多少惊喜。看着手里这个小熊饼干，塞德里克其实没抱多大期待，他觉得这顶多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味道估计也就那样，8成还是家里的女仆帮忙做的。可谁能想到，这一口饼干下去，局面瞬间就失控了。原本累得快要散架的身体，竟然一下子充满了力量。
那种熬夜带来的虚脱感唰的一下全消失了。赛德里克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这哪是饼干啊，这简直就是救命的神药。苏佩蒂看着老师亮起来的眼睛，笑得别提多开心了。他说是因为看老师太辛苦，才特意做了这种能让人像虎鲸一样有精神的饼干。加利扎德摸着小家伙的头，直夸他懂事的让人心疼。苏佩蒂心里美滋滋的，连水之精灵王都忍不住现身，非要显摆一下自家的宝贝闺女。另一边的赛德里克盯着手里那块小熊饼干，简直把它当成了稀世珍宝，根本舍不得下嘴。这哪是零食啊，这分明是他的续命神药。到了上课的时候，赛德里克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冷冰冰的严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热情的过头的宠溺狂魔。他不仅主动邀请苏佩蒂坐到前排，还嘘寒问暖，甚至连降温用的魔法扇子都忙不迭地递了过去。看着眼前这个发光的球体，苏佩蒂总觉得哪里见过，明明是第一次接触，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赛德里克老师这会儿正耐心地给他开小灶，讲解什么风灵石和魔法黑科技，只要把这些小石头组合起来，就能做出各种方便的玩意儿。随着魔法阵启动，一阵凉爽的风吹了过来，苏佩蒂开心的直道谢。可他没注意到，身后的教室已经炸开锅了。后排的学生们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这还是那个高冷的赛德里克吗？平时他只会缠着领主大人不放，什么时候对学生这么温柔过？这种明目张胆的双标，让教室里的酸味儿都快溢出来了。苏佩蒂后知后觉地回过头，怎么感觉大家看他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了？那个讨厌的土豆脸居然没来上课。大家都在私下嘀咕，是不是因为之前惹了祸，被精灵王给教训了？赛德里克敲了敲桌子，准备开始讲关于8大精灵王的课，结果台下一片哀嚎，大家都觉得这些基础知识太无聊了。只有苏佩蒂两眼放光，这可是他最想听的内容。看来这堂课注定要发生点不一样的故事了。赛德里克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冷着脸告诉这群孩子，不想听课的现在就走，他会直接去跟家长打招呼。这昭告家长果然好使，教室里瞬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谁也不敢再抱怨半句，只能乖乖听他讲那8大精灵王。除了水火土风这4大元素，还有掌控命运和情感的上位精灵。可谁能想到，赛德里克在台上讲课，那些传说中的精灵王们竟然正躲在直播间里偷偷刷屏，甚至还有点害羞。这门课的观众背景大的有点吓人了。赛德里克在台上讲到了关键点，想要跟精灵王签订契约，就必须先找到他们的真名，而这些名字通常都隐藏在某些特定的地方。苏佩蒂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上面那些乱码一样的名字，难道就是所谓的真名？他最讨厌猜谜语了，干脆在心里求着精灵王直接告诉他。结果这群精灵王还挺有原则，不仅不告诉他，还让他自己去书里找线索。这下可把苏佩蒂难住了。不过转念一想，他在托儿所的时候可是学霸，看书识字根本不在话下，只要能找到藏书的地方，这些秘密迟早会被他全部挖出来。苏佩蒂凑到讲台前，奶声奶气地问老师，哪里能找到那种有很多书的地方？赛德里克推了推眼镜，理所当然地告诉他，那肯定是在图书馆啊。苏佩蒂正琢磨着，待会儿得去问问丽娜图书馆在哪，结果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坏了，老师之前布置的作业，他竟然给忘得干干净净。趁着还没被发现，他赶紧迈着小短腿想溜走，谁知道刚走没2步，身后就传来了赛德里克冷冰冰的声音。这下完蛋了，肯定是逃课被当场抓包了。苏佩蒂吓得整个人都僵住了，结果赛德里克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闪了腰。这位平时严肃的要命的老师，竟然是想问他能不能把刚才那种小点心再做一份。谁能想到平时高冷的赛德里克，为了口吃的竟然当众求饶，甚至说这饼干能救他的命。苏佩蒂一脸为难地摊开手，不是他不想做，而是那种特殊的能量糖已经用光了。就在这边为了口饼干求而不得时，狄贡的办公室里，副官卡明正拿着一袋饼干显摆，那得意的样子简直没谁了。狄贡一脸嫌弃的让他拿远点，说这股甜腻味儿简直让人窒息。结果卡明一句话，直接让这位统帅大人破防了。原来苏佩蒂上课前给所有人都发了饼干，唯独把这位统帅大人给忘了，这下全家都有就他没有，局面瞬间变得尴尬了起来。狄贡盯着空空如也的手心，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全家都有饼干，偏偏就漏掉了他这个当爹的。卡明在一旁吃得正香，还不忘往火上浇点油，说这说明苏佩蒂更喜欢他这个副官，甚至还嘲笑狄贡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把孩子吓坏了，所以人家到现在都不肯开口叫爸爸。狄贡沉默了半晌，突然站起身走向武器架。卡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结果狄贡冷冷地回了一句，咱们好像很久没有切磋过了。这下卡明彻底傻眼了，手里的饼干瞬间就不香了。狄贡直接下了最后通牒，演武场见，只给你5分钟准备时间。卡明这下是真的慌了，一边惨叫一边控诉狄贡耍赖，说他这简直是明晃晃的公报私仇。结果狄贡连头都没回，直接把准备时间缩短到了3分钟。这哪是切磋，这分明是要灭口啊！就在卡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狄贡已经换上了一身笔挺的礼服，手里还拿着苏佩蒂送的小卡片，那是一张可爱的螃蟹贺卡，旁边还放着刚修剪完花朵的剪刀。想着苏佩蒂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这位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统帅破天荒的陷入了自我怀疑。他看着手里的贺卡，忍不住开始反思，自己刚才为了口饼干去欺负下属，是不是真的有点太幼稚了？
为了甩掉那个严厉的塞德里克老师，苏佩蒂真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这下可好，小家伙直接瘫在床上动弹不得，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虽然计划通，但这体力消耗确实有点超标。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肚子就开始抗议了。一看窗外，天居然都已经黑透了。正想着该去哪蹭顿饭，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苏佩蒂下意识以为是丽娜来了，可这个时候真的会是女仆吗？谁能想到推门进来的居然是狄贡统帅。这位大忙人一开口，语气里竟然还带着点委屈，质问苏佩蒂早上为什么没去找他。原来他还在惦记着第一天送苏佩蒂去教室的约定。结果苏佩蒂倒好，一脸天真的说，今天是被老师牵着手带过去的。狄贡听完沉默了一下，干脆像家长一样查起了功课，问他有没有好好听讲。苏佩蒂倒是答得挺兴奋，说自己学到了精灵王的知识。可聊着聊着，苏佩蒂突然反应过来了，堂堂海军统帅大半夜跑来这儿，难道就是为了查他有没有逃课？苏佩蒂本来还满心期待，以为统帅是来给他送宵夜的，结果看狄贡那副严肃的样子，他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谁知道狄贡憋了半天，竟然咳嗽一声开了口，问苏佩蒂为什么没给他留饼干，还说听说卡明早上都领到了，这语气简直酸得不行。苏佩蒂在兜里摸了半天，还真翻出了最后一块。他看着这块香喷喷的饼干，正纠结要不要偷偷咬一口，结果一抬头，正好撞上狄贡那要吃人的眼神。这下苏佩蒂彻底被吓住了，感觉统帅盯着饼干的那个镜头，像是要把饼干直接看碎了。他只能小心翼翼地问一句：“统帅大人，您是不是也想要这一块？”苏佩蒂一脸疑惑地看着狄贡，明明以前吃饭的时候，统帅总是把甜点推给他，还口口声声说自己讨厌甜食，怎么今天突然转性了？狄贡被问得愣了一下，赶紧强行挽回面子，说自己其实并不讨厌甜食，只是觉得苏佩蒂喜欢才让给他的。为了换到这块饼干，他甚至提出要给苏佩蒂取个新名字。一听到有新名字，苏佩蒂的眼睛瞬间亮了。虽然他心里还在偷偷吐槽，要是拒绝了这位统帅大人，他会不会当场哭出来把豪宅给淹了？最后苏佩蒂还是乖乖交出了饼干。狄贡接过这块长得有点奇怪的饼干，嘴上还嫌弃他长得丑，但手上的动作却很诚实。这波傲娇操作真是让人没眼看。虽然他总觉得自己和狄贡只是名义上的假父女，但看着端来苹果派的丽娜，还有承诺给他做糖果的厨师汉斯，苏佩蒂突然觉得留在这里生活好像也不赖。苏佩蒂心里直犯嘀咕，自己随手留下的这块饼干最丑，拿这种东西去换个新名字，是不是有点太亏待统帅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待多久，但此时此刻他是真的很期待那个新名字，甚至开始幻想狄贡会给他取个什么样的好听名字。而另一边的狄贡统帅手里紧紧攥着那块丑饼干，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既然收了人家的礼，那就必须得认真争回个大礼才行。狄贡把苏佩蒂抱了起来，语气虽然还是那么冷淡，但说出的话却重千斤。他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苏佩蒂就叫苏佩蒂帕萨言了。他搂着狄贡的脖子大声欢呼，还不忘趁热打铁问一句，既然现在有了这个名字，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能一直当统帅大人的女儿了？看着苏佩蒂那副兴奋的小模样，狄贡这下是彻底入戏了。刚给完名分，就开始教苏佩蒂喊他父亲，甚至还一字一顿的教起了发音。这架势是铁了心要当这个便宜老爹。苏佩蒂这下彻底懵了，虽然名义上是成了他的女儿，但爸爸这两个字卡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喊不出来，毕竟这身份转变太快，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狄贡倒是一点也不生气，看着苏佩蒂那副纠结的小模样，他反而笑了笑，说没关系，他可以慢慢等。就在苏佩蒂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个温柔的声音，那声音告诉他，苏佩蒂这个名字其实代表着北极星，是航行中指引方向的神灵，甚至还提到他们其实都来自那颗遥远的星辰。这突如其来的神秘记忆让苏佩蒂陷入了沉思，原来这个名字背后还藏着他不知道的巨大秘密。苏佩蒂还没从刚才的神秘声音里回过神，狄贡就察觉到了他的异样，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了？苏佩蒂赶紧摇头，觉得自己刚才可能是产生幻觉了。就在这时，狄贡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他告诉苏佩蒂，在这个家里他其实还有两个亲哥哥。苏佩蒂一听直接愣住了，原来自己不光有了爹，还白捡了两个哥哥。狄贡介绍说，大哥哥叫米卡德，名字听起来就威风凛凛，像个常胜将军。可一提到二哥哥，狄贡的语气瞬间冷到了冰点，他甚至直接告诉苏佩蒂，没必要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因为这辈子他们可能都不会有见面的机会。虽然这位统帅大人总是冷冰冰的，但苏佩蒂一眼就看出来，他现在心情非常糟糕，甚至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就在这时，那个奇怪的系统又跳了出来，居然要求他给狄贡一个温暖的抱抱，这可是安慰这种硬汉的最好办法。苏佩蒂二话不说直接扑了上去，这突如其来的拥抱让一向冷静的狄贡彻底没反应过来，只能低声问他到底怎么了。系统甚至还变本加厉，非要他再加个亲亲才算完成任务，如果不照做，接下来的3天可就尝不到甜味了。为了心爱的甜食，苏佩蒂这下真的要豁出去了。一想到今晚的巧克力布丁，苏佩蒂这下是真的急了，要是任务失败失去味觉，那简直比天塌了还难受。他直接使出杀手锏，对着这位冷面统帅的脸颊就是重重的一口，这一下直接把对方给亲懵了。苏佩蒂
还像个小大人一样凑到他耳边说悄悄话，告诉他大人想哭也没关系，只要在自己面前，他一定会把他藏得好好的。这一套暖心连招下来，就算是铁石心肠也要被融化了。狄贡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只能任由这个小家伙胡闹，最后还不忘拉钩约定。看来这位威风凛凛的海军统帅这辈子是彻底栽在女儿手里了。看着眼前这个一本正经的小家伙，狄贡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调侃苏佩蒂像个横冲直撞的小螃蟹，居然还懂得怎么安慰大人。两人拉钩定下了这个小秘密，狄贡顺势一把将他抱起，准备带这个大功臣去吃晚饭。看着狄贡那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苏佩蒂心里也明白，大人表达难过的方式真的很奇怪。虽然不流眼泪，但那种压抑的感觉总算消失了。这一刻，苏佩蒂突然觉得无比安心，能有这样一位统帅大人守护在身边，他真的想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温馨的晚餐时间才刚刚开始，而这个家也终于有了一点真正的温度。这顿晚饭，苏佩蒂吃得别提多开心了，尤其是那盘巧克力布丁，居然是统帅大人特意吩咐厨师准备的。趁着气氛正好，苏佩蒂问出了心里憋了很久的疑问：到底什么是大家口中提到的比珠？这个词听起来就透着一股神秘感。狄贡放下餐具，耐心地解释起来：原来这是一种纯粹力量的结晶，只有真正的觉醒者身上才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印记。一旦这个印记长成宝石，就意味着拥有了超乎常人的特殊能力。这种力量既是身份的象征，也预示着某种无法逃避的命运。苏佩蒂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还没意识到这个关于力量的秘密很快就会和他产生意想不到的关联。狄贡的语气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他预测苏佩蒂的比珠会长在左肩胛骨，但在那颗宝石彻底长出来之前，这个位置绝对不能受一点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专门猎杀觉醒者的疯子，他们会趁着力量还没成型痛下杀手，所以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苏佩蒂听得心惊胆战，连忙追问能不能告诉身边的人。狄贡列出了一份极短的信任名单，除了家里人和几个亲信，其他人一个都不能信。苏佩蒂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藏着一个必须拼命守护的宝贝，他开始忍不住幻想，等宝石长出来的那一天，自己会获得什么样的超能力。听说普通人要到10岁才觉醒，而天才往往会提前很多。当他得知狄贡7岁就长出比珠时，小家伙的胜负欲瞬间被点燃了。他大声宣布自己也要7岁觉醒。看着苏佩蒂这复制气满满的样子，狄贡眼里的冰冷总算散去了一些。这个充满危险的秘密成了兄妹俩之间最深的羁绊。苏佩蒂已经在心里偷偷算日子了，恨不得明天就能满7岁。好，赶紧觉醒属于自己的超能力。狄贡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忍不住露出了宠溺的笑。当苏佩蒂好奇地打听起狄贡的能力时，狄贡轻描淡写的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竟然能召唤传说中的神兽海龙。这下苏佩蒂彻底坐不住了，满脑子都是巨龙腾空而起的画面。狄贡难得露出一丝自豪，在家族这么多年的继承人里，他是唯一一个能彻底掌控海龙的人。这种顶级的实力让苏佩蒂的崇拜感瞬间拉满，小家伙也开始暗暗发狠，以后一定要拥有最强最猛的能力，这样才能像狄贡一样轻而易举地保护身边所有人。不过狄贡也给他科普了一个新知识，被精灵王宠爱并不算超能力，而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天赋。看来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苏佩蒂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狄贡接下来的话让气氛更紧张了，他说能得到精灵王的祝福，简直是打破常理的奇迹，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超能力的范畴，是另一个维度的顶级天赋。苏佩蒂听完不仅没害怕，反而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原来那些强大的精灵王们一直都在暗中温柔地注视着他。就在这时，水之精灵王竟然直接现身表白，说像他这么可爱的孩子，谁见了都会忍不住想去宠爱。苏佩蒂开心地对着空气道谢，这互动简直萌翻了。狄贡看着眼前这个宝贝妹妹，想起他之前特意送来的饼干，决定也要给出一份正式的回礼。他缓缓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虽然这不是苏佩蒂心心念念的班长胸章，但狄贡承诺这东西同样珍贵。看着统帅大人递过来的神秘礼物，苏佩蒂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件礼物到底代表着什么身份？谁能想到狄贡送出的竟然是一个螃蟹胸章，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女儿。既然家族的守护神已经认可了他，那他也会正式把苏佩蒂当成亲生女儿。狄贡的语气温柔的不像话，他说作为父亲最大的职责就是让孩子有依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都要苏佩蒂第一个想到自己。这番掏心窝子的话让苏佩蒂再也忍不住了。虽然弄丢了班长胸章，但手里这个沉甸甸的小螃蟹比任何荣誉都要珍贵1万倍。狄贡看他哭了，反而有点手忙脚乱，他哪知道这孩子是高兴坏了。苏佩蒂在心里暗暗发誓，虽然自己不再是那个小班长了，但这个代表家人的宝贝，他一定会用生命去守护。苏佩蒂紧紧抱着那个红色的螃蟹胸章，仿佛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发誓，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守护好这个身份证明。丽娜还是不放心，问这小家伙一个人能不能行。苏佩蒂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马上就回来。按照丽娜给的路线，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找那个传说中的大门。看来记性还真不错，转个弯，目标就在眼前了。这扇门后面到底藏着什么宝贝？推开门的一瞬间，苏佩蒂整个人都看傻了。这书架高的离谱，简直像个藏在宅子里的迷宫。这么多书，上哪去找关于精灵王的记载？要是真能跟精灵王签个约，那可就厉害了。没想到这话刚好被旁边的卡明听到了，他一脸崇拜的直夸：大小姐，
你也太有志气了。加利扎德也跟着凑热闹，笑着许下承诺，只要能请到精灵王喝茶，想要什么奖励都行。这下全家人的期待值算是彻底拉满了。狄贡倒是挺体贴，说能办成最好，办不成也别太勉强。可家里的佣人们全炸锅了，一个个兴奋的不行，甚至开始提前下单了。有的想要火精灵烧锅炉，有的想要水精灵洗盘子，这哪是签契约，简直是想请一堆免费劳动力。苏佩蒂这下压力山大，全家人的希望都压在他身上了。不过为了报答大家的照顾，他决定一定要找本有用的书。走着走着，前面居然出现了一个新区域，这楼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看来这图书馆里的秘密比他想象中还要深，这地方大的离谱，走在里面跟进了异世界一样。苏佩蒂还在纳闷，这么空旷的图书馆难道没别人吗？就在这时，不知道从哪吹来一阵凉风，感觉像是窗户没关严，顺着风吹过来的方向，他慢慢挪动步子，结果在窗台边发现了一个身影，那是个从来没见过的男孩子，安安静静的坐在那，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虚弱。苏佩蒂一下子愣住了，这又是哪位？怎么以前在家里从来没见过他？苏佩蒂凑近一看，这小哥哥长得也太漂亮了，甚至让他有点怀疑，这真的不是个女孩子吗？最让他感到亲切的是，对方竟然也有一头粉色的头发，难道家里还有他不知道的亲戚？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埃尔根慢慢睁开了眼睛，苏佩蒂赶紧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结果对方一开口，语气冷冰冰的，这反应把苏佩蒂吓了一跳，感觉对方好像不太高兴，他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自己只是来这里找书的。可埃尔根根本不买账，只是冷冷地回了一个字，然后呢？这下气氛尴尬到了极点。苏佩蒂赶紧装可怜，说自己个子太矮够不着书，想请这位小哥哥帮个忙。没想到对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认出他来了，原来苏佩蒂早就名声在外了。埃尔根听说他把那个傲慢的家伙赶走了，心里还挺痛快，对这个初次见面的妹妹印象竟然还不错。虽然埃尔根看起来病恹恹的，但说话做事倒是挺干脆。听说苏佩蒂想找关于精灵的书，二话不说就带他往楼上走。不过这小哥哥身体确实不太好，走几步路就开始咳嗽。苏佩蒂在后面看着，心里直犯嘀咕，他这病看起来可不轻啊，真的没问题吗？埃尔根找起书来，简直像个专业导购，一下子就帮苏佩蒂搜罗了一大堆关于精灵的资料。他甚至还贴心的找了一本连金鱼都能看懂的入门手册，看来是真把苏佩蒂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了。把书整整齐齐码好后，埃尔根交代了几句就准备离开。苏佩蒂礼貌地道了谢，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苏佩蒂瞄到了他手里那本书，这一看直接让他后背发凉。那本书的标题竟然写着关于死后世界的奥秘，以及我那短暂死亡的1秒钟。谁能想到这孩子手里拿的竟然是一本研究死后世界的书？苏佩蒂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他直接开口问，你是不是快要死了？这种话也就只有他敢这么直白。埃尔根竟然没有生气，反而平静地承认了，没错，我确实活不了多久了。苏佩蒂一把拽住他的衣角，认真地说，我不准你死，我们今天才刚见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看着他不停地咳嗽，苏佩蒂想起了以前那些消失的伙伴，这种不祥的预兆难道真的没办法改变吗？两人终于正式交换了名字，苏佩蒂特别自豪地强调，我现在有正式名字了，是统帅大人亲口给起的。埃尔根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你能出现在这里真是太好了，这样我也能放心地离开了。这句话听着怎么这么像告别？苏佩蒂愣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他应该就是统帅一直没提到的二哥，可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他就在交代后事一样？难道真的没有转机了吗？看着埃尔根平静的样子，苏佩蒂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好像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连求生的意志都看不到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手心里全是刺眼的血迹，他却反过来安慰苏佩蒂说，这都是正常的，没必要为了一个快死的人浪费感情。苏佩蒂根本不听这些，他一边帮他擦拭，一边觉得这种悲伤的感觉好熟悉，好像很久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他突然想起了一种神奇的虎精糖，如果还有那个糖，是不是就能救他的命？可惜当初竟然全被自己用光了。苏佩蒂一心想救人，可埃尔根却说，这种病根本没法治，除非能找到愿意分享生命力的伴侣，但他宁愿死也不想靠偷走别人的寿命来苟活。这番话一出，后台的精灵王们全都坐不住了，弹幕瞬间刷屏，直呼这孩子简直是人类最后的浪漫，甚至因为刷屏太猛，连情绪精灵王都被禁言了。就在这时，苏佩蒂眼前突然跳出了任务奖励，他猛地想起来，之前的虎精糖就是这么来的。看样子，这群被感动的精灵王们正打算钻规则的空子，给这两个孩子送一波大福利。局面这下有转机了。苏佩蒂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虽然上面的字看不太懂，但他弄明白了一件事，只要收集到3个印章，就能拿到救命的虎精糖。他兴奋地大喊一声没问题，结果把旁边的埃尔根吓了一跳，他奇怪地问，你到底在跟谁说话呢？苏佩蒂赶紧捂住嘴打马虎眼，埃尔根看着他活泼的样子，眼神里却透出一丝落寞。他说，这里很久没人像你这样笑了，如果你还活着，应该也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吧。原来埃尔根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多年前就一起被大海吞噬了，他甚至在想，等自己死后是不是就能和家人团聚了。苏佩蒂虽然很想多打听一点关于埃尔根家人的事，但看他那副忧郁的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谁知道这该死的好奇心竟然直接触发了系统任务，不仅要他去竞选什么副班长，还要他去调查海军统帅狄贡的家族史。这任务一个比一个难搞，
更离谱的是失败惩罚，竟然要吃100颗大地精灵王的便便豆。苏佩蒂吓得当场拒绝，结果大地精灵王居然还委屈上了，说那是他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这下好了，为了不吃那种奇怪的东西，苏佩蒂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水之精灵王也跑出来刷存在感了，他说只要苏佩蒂先拿到2个印章，就告诉他第3个任务的线索。苏佩蒂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准备开溜，埃尔根在后面担心坏了，问他这么沉的书能不能行？结果这小姑娘拍着胸脯吹牛，说自己早上吃了5块苹果派，现在浑身都是力气。看着他风风火火离开的背影，埃尔根整个人都听傻了。5块派，这胃口确实不一般。苏佩蒂心里其实早就有数了，为了不让埃尔根死掉，他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第1步计划已经定好了，先去把统帅家的家族肖像画给找出来。苏佩蒂一边跑一边数，这任务清单简直长得没完没了，要查清楚埃尔根家人的下落，还得去竞选那个副班长，甚至还要推断出精灵王的名字。虽然事情多得让人头大，但既然成了统帅的女儿，他就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这个家。他还偷偷许了个愿，想用虎鲸糖给埃尔根做点好吃的。其实他心里最期待的是能有一张整整齐齐的全家福，不管是统帅埃尔根还是那个没见过面的大哥米卡德，大家能真正成为一家人。为了这个目标，这小家伙已经准备好要大干一场了。既然要搞清楚状况，苏佩蒂决定先从这本厚书查起，看看这个所谓的宝石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书上说，这种宝石是力量的化身，会出现在身体的任何部位。虽然狄贡统帅之前提过，但接下来的内容才叫人意外。原来这种宝石还会成对出现，只要觉醒者遇到了命定的人，双方身上就会印下同样的痕迹，而且这种吸引力根本没法抵抗。这就是传说中的宝石现象，一旦相遇，两人的命运就彻底锁死了。这就是埃尔根提到的那个东西。苏佩蒂盯着书页，终于找到了关于宝石的记载。原来拥有相同宝石的人，就是这辈子唯一的伙伴。他继续往后翻，发现这宝石可不简单，平时能藏起来，但要是想显摆身份或者压人一头，这玩意儿就是最好的证明。说白了，只要身上有这块宝石，那就是妥妥的大人物。可书上还写了一个秘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觉醒者会彻底失去控制。就在苏佩蒂要看清原因的时候，尤皮罗斯突然蹦了出来，说是为了保护小孩子，直接把后面的内容全给删了。这下麻烦了，最关键的信息居然就这样在眼皮底下消失了。尤皮罗斯居然玩消失，苏佩蒂气得直跺脚。明明正看到关键时刻，结果关于失控的秘密被系统删得干干净净。既然没人告诉他答案，他只能继续往后翻，发现这宝石不仅漂亮，形状更是五花八门，什么太阳、月亮、爱心，甚至连音符形状都有。书上还说，有些大家族会有统一的标志，虽然颜色和大小会有差别，但基本一眼就能认出来，而且以后可能还会出现更多没见过的稀有形状。苏佩蒂看着这些图案，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那狄贡统帅和埃尔根他们身上的宝石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既然每个人都有宝石，苏佩蒂也开始好奇了，他以后会长出什么样的形状？而那个拥有相同印记的伙伴，现在又躲在哪里呢？尤皮罗斯这时候冒了出来，说等他以后变强大了，自然就能认出对方。苏佩蒂赶紧追问，那到底要等多久才能长大？结果系统给出的答案差点让他当场崩溃，100个100天，这得数多少个手指头才够用？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更让他揪心的是，尤皮罗斯还补了一刀，说就算有命运的牵引，很多人这辈子也未必能遇上。苏佩蒂一下子就急了，万一真的见不到面，那该有多难过？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那个注定要相遇的人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既然伙伴是命中注定的，那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着一切？尤皮罗斯给出了一个玄乎的答案，说是命运和因果共同决定的。苏佩蒂听得似懂非懂，但他知道，想要达成目标，就必须继续钻研。书里的内容越看越让人心惊，在那些顶尖的权贵家族里，如果孩子没能觉醒宝石，甚至连家人的身份都会被剥夺，所以他们会从外面收养觉醒者。苏佩蒂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他成为统帅养女的真相。不过觉醒这种事也看运气，虽然第一胎的概率高达99%，但越往后机会就越渺茫。苏佩蒂盯着书页，脑子里飞快地转了起来。狄贡统帅家里一共3个孩子，老大是米卡德，老二是他见过的埃尔根，可那个最神秘的第3个孩子，到现在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按照书上的概率推算，这个排在第3位的孩子处境恐怕非常不妙。苏佩蒂隐约感觉到统帅家里还藏着更大的秘密。苏佩蒂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丽娜和狄贡统帅他们好像都在刻意回避一个名字。既然大家现在都是一家人，他一定要把那个神秘的姐姐找出来。第2天一大早，苏佩蒂就拉住丽娜打听，问家里有没有全家福之类的画像，还指名道姓要看那位姐姐。原本正笑着递面团的丽娜听到这句话，手里的东西直接摔在了地上，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半天都回不过神来。苏佩蒂还在心疼那块面团，丽娜却已经慌得语无伦次，连声追问她是从哪听到的消息。看丽娜这副被吓破胆的样子，苏佩蒂心里更有底了，这个家里果然藏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苏佩蒂直接搬出了埃尔根，说全家福的事就是他告诉自己的。丽娜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只能支支吾吾的解释，这在府里可不是能随便议论的话题。虽然丽娜知道画像在哪，但她提醒苏佩蒂，狄贡统帅非常不喜欢别人去那个地方，而且那位姐姐的名字在这个家里更是一个不能提的禁忌。
苏佩蒂可不管这些，他拿完成作业当借口，软磨硬泡非要去看看不可。丽娜最后还是心软了，答应告诉他位置，但要求他只能偷偷看一眼就回来。苏佩蒂嘴上答应的痛快，心里却很清楚，丽娜这是在冒着风险帮他，但为了揭开那个神秘姐姐的真面目，这一趟他必须得去。那个被统帅封锁的房间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过去？苏佩蒂离真相只剩下最后几步路的距离了。走在去往禁地的路上，苏佩蒂心里已经拼凑出了真相：埃尔根的母亲和那位神秘的姐姐，其实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意味着狄贡统帅同时失去了爱人和孩子。难怪统帅总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心里藏着看不见的伤口。因为最亲密的伙伴不在了，他才渐渐忘了该怎么微笑。看着统帅孤独的背影，苏佩蒂突然很想抱抱他。他想起老师曾经说过，有些伤口虽然看不见，但却比什么都疼。如果统帅的心里有一扇紧闭的门，苏佩蒂希望自己就是那个能帮他打开门的人。苏佩蒂在紧闭的大门前停下脚步。一般来说，家族画像都会挂在显眼的荣誉厅，可统帅却把全家福藏在了自己卧室旁边的空房间里。苏佩蒂探出小脑袋，小声说：“打扰一下下，这里全是花香。明明说是没人住的空房间，却被打扫得这么干净，就像一直有人住在这里一样。”他盯着桌子，忍不住叫出声来：“天呐，这里怎么堆着这么多礼物？”奇怪的是，这些礼物竟然一个都没拆开，里面还掉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给我的奥罗，这是你不在的第13个结婚纪念日，我思念你，思念的快要死掉了。”苏佩蒂愣住了，狄贡，那不是狄贡统帅的名字吗？原来这些礼物全都是统帅送给另一半的，哪怕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还是每年都在准备。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发出了提示，难道这房间里还藏着另一扇门？原来这扇门一直被窗帘挡着，难怪刚才没发现。一股从未闻过的花香正从门缝里飘出来，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非要让他进去看看不可。还没等苏佩蒂伸手，门居然自己慢慢开了，仿佛早就知道他要来一样。他壮着胆子往里走，小声问了一句：“请问有人吗？”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里面的味道激得打了个喷嚏。这屋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这屋里到处都是灰尘，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打扫了，简直像个废弃的仓库。苏佩蒂注意到房间正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上面严严实实的盖着白布，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就在他犹豫要不要看的时候，系统突然在背后推了他一把：“没关系，把布掀开看看吧。”那种被指引的感觉又来了，仿佛这白布后面的真相正等着他去揭开。随着白布滑落，一幅巨大的画像出现在眼前，原来是统帅的全家福。画像里的狄贡统帅看起来比现在年轻好多，身边还站着年幼的埃尔根。原来那个病弱的小男孩也有过这么幸福的时光，这才是统帅一直守护的秘密吗？画像里除了统帅和埃尔根，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应该就是米卡德哥哥了。但最让苏佩蒂吃惊的是，画像里那个温柔的女人，也就是统帅的妻子奥罗夫人。她竟然有着和苏佩蒂一模一样的粉色长发和蓝色眼睛，甚至连笑起来的感觉都那么像。再看看她怀里抱着的婴儿，那一头浅粉色的软发，简直和苏佩蒂如出一辙。难道画像里这个没名字的小女孩就是自己的姐姐？苏佩蒂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种莫名的熟悉感到底是从哪来的？还没等她想明白，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擦声，这声音听得人心里发毛，就像是有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正在慢慢靠近。那阵怪声越来越响，吵得苏佩蒂根本没法思考。就在她快要受不了的时候，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眼前的画像竟然在慢慢褪色。刚才明明还是粉色头发的奥罗夫人，怎么一眨眼全变成黑漆漆的颜色了？这张脸，苏佩蒂总觉得在哪见过。对了，是在梦里，那个经常出现在她梦境深处，却始终看不清脸的女人，竟然和画像里的人重合了。这绝对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可那种强烈的压迫感让苏佩蒂连站都站不稳，脑袋像是要炸开一样疼。他痛苦地蹲在地上，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却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了。一些完全陌生的画面开始在苏佩蒂脑子里疯狂闪现，那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正神色匆忙地奔跑着。这种地方他从来没见过，到处都是冰冷的机器，还有刺耳的鸣叫声。病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苏佩蒂痛苦地捂住耳朵，她不想看，更不想听，可那些记忆根本不打算放过她。就在这一片混乱中，狄贡统帅的声音突然闯了进来，他焦急地大喊着：“小螃蟹！”两个世界的记忆在脑子里疯狂打架，这种撕裂般的痛苦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别再让我看了，快停下！这根本不是属于他的世界。那些被尘封的记忆，终究还是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苏佩蒂最害怕看到的画面还是出现了，在那个冰冷的异世界里，妈妈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只能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那是她这辈子都不想回忆的噩梦。她拼命拉住大人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着不要带走她，那可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贝的人。可无论她怎么哭喊，那个身影还是越来越模糊，现实的残酷正一点点撕碎他最后的幻想。妈妈，求求你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苏佩蒂在梦里哭喊着，求妈妈不要走。这副模样让旁边的狄贡彻底看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孩子竟然直接晕了过去。看着墙上的家族合照，狄贡心里满是怀疑，这小家伙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梦境深处，一个温柔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妈妈留下的摇篮曲，也是苏佩蒂最想留住的温暖。哪怕意识已经模糊，他还是拼命想听清那首歌，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能抓住的记忆了。梦里的声音断断续续，提到了柳树、
水池和一只盒子，甚至还留下一个惊人的秘密：黑发黑眼，根本不是他们真正的样子。苏佩蒂在梦里拼命挣扎，他宁愿忘掉这些沉重的真相，也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只要能再见妈妈一面，让他做什么都愿意。现实中，狄贡正守在昏睡的孩子身边，这已经是他第2次看他晕倒了。虽然嘴上说着麻烦，但他心里很清楚，这孩子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原本这只是个映色给他的养女，他甚至想过把他送走，可一想到家里那些贪婪的亲戚，狄贡犹豫了，把他交给那些人，简直是要了这孩子的命。看着怀里弱小的苏佩蒂，这位冷酷的统帅第一次感到了左右为难。说起来，这爹狄贡是不当也得当，家里兄弟指望不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养女就这么映色进了他的生活。其实狄贡并不讨厌收养，可只要一看到苏佩蒂，他就会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心里那道疤让他只能选择刻意疏远。本以为只要供他吃喝就行，谁知道这小家伙不仅是个大胃王，身上还带着某种奇怪的力量，甚至连禁地都敢乱闯。丽娜之前就汇报过，这孩子好奇心重的没边。狄贡当时还没当回事，觉得小孩子调皮点也正常，结果现在倒好，人直接在他面前倒下了。看着怀里昏迷不醒的苏佩蒂，狄贡这下是彻底没辙了。家里那几个小子已经够难搞了，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最乖的才是最让人操心的那一个。看着怀里这个小小的身体，狄贡忍不住在想，他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既然成了他的父亲，哪怕是名义上的，他也想试着让这孩子依靠一下。苏佩蒂终于睁开了眼睛，刚才他一直死死拽着狄贡的衣服，那力气大得像只小螃蟹，直到这会儿才慢慢松开。看来刚才那个梦真的把他吓得不轻。医生检查后说，这孩子身体没病，全是心病闹的，毕竟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心里最想的恐怕还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狄贡看着他，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虽然还没搞清楚他的来历，但至少他明白了一件事，这孩子比任何人都渴望温暖。就在这时，苏佩蒂小声嘟囔了一句，他说自己记起来了。狄贡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他到底想起了什么。苏佩蒂突然像着了魔一样，嘴里不停念叨着要去水池。狄贡在旁边连叫了几声，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狄贡仔细一看，这下发现不对劲了，这孩子虽然睁着眼睛，但眼神里根本没有光，这分明是在梦游。大半夜的，一个几岁的孩子突然梦游，还要去什么水池？狄贡心里泛起了嘀咕，难道是刚才梦里的那些话正在指引他去某个地方？眼看苏佩蒂越走越远，狄贡没有强行叫醒他，而是放轻脚步跟在后面。他倒要看看这孩子到底要去哪。寂静的长廊里只有这一大一小2个身影，苏佩蒂执着地走向黑暗深处，那个所谓的秘密水池恐怕就快要出现了。狄贡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苏佩蒂走的方向竟然是他的私人花园。这孩子才刚来没多久，怎么可能对庄园的布局这么熟悉？要知道这地方大得像个迷宫，每个核心成员都有自己的专属领地，没有允许，谁都不能随便踏入一步，更别说那个被他封存已久的花园了。那是狄贡心里最隐秘的地方。自从妻子去世后，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里根本待不下去，甚至连床都不敢躺，只有躲进那个花园里，才能感觉到一丝喘息的空间。花园里的每一朵花都是妻子当年亲手栽种和照料的，对他来说，那里不仅是禁地，更是他唯一能怀念过去的地方。可现在，苏佩蒂竟然直奔那里而去，这到底是巧合，还是这孩子身上真的带回了某种消失已久的联系？在遇到他之前，狄贡从不觉得这些花花草草有什么好看，是那个女人的出现，让他灰暗的世界第一次有了颜色。那棵柳树下的阴凉，曾是他唯一能睡个安稳觉的地方。可自从他走后，一切都变了。狄贡害怕时间久了，关于他的记忆会慢慢模糊，所以他亲手锁死了花园的大门，不准任何人在他进去一步。这些年来，他和2个儿子都很有默契，谁也没有再去过那个伤心的，他们只会在妻子的旧房间里放上一些他生前喜欢的礼物，以此来熬过那些难过的日子。6年没回来了，这里的每一处角落都还是老样子。狄贡大声提醒苏佩蒂，前面有水池，太危险了，快停下。可这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根本听不见声音一样，这种感觉太诡异了，他到底是要带我去哪？苏佩蒂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水池说，就在这里。他蹲下身子，自言自语，一定要把他找出来。狄贡赶紧上前拦住他，这里太危险了，不能再往前走了。可这孩子根本不听劝，嘴里一直念叨着，东西就在那里面，这水池底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狄贡低声问他，到底在找什么？苏佩蒂眼神空洞，嘴里只重复着2个字，盒子。这孩子是不是在胡言乱语？水池里明明什么都没有。狄贡抱起他准备离开，可苏佩蒂却坚持说，他听到了歌声，歌词里还提到了月光和水底那个开满鲜花的盒子，这根本不是小孩子能编出来的。难道这水池底下真的有东西在召唤他？狄贡觉得这简直是胡闹，水池里怎么可能有东西？可苏佩蒂那副认真的样子，却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记忆里，奥罗正笑着哀贡，他说把纪念日礼物藏在了这一大片花丛里，还调皮的让男人去寻找。哀贡一脸无奈的求助，奥罗却笑着回答，我会用歌声给你提示。原来苏佩蒂唱的那首歌竟然是这么来的，这到底是一段被谁遗忘的记忆？真相似乎就藏在那个水池底下。狄贡想起以前的爱人最喜欢在纪念日玩寻宝游戏，每次都会把提示藏在歌词里，其实他一眼就能看穿，却总是装作找不到的样子，只为了看他开心的笑脸。理智告诉他，就算水池里真的藏了东西，苏佩蒂这个小孩子也不可能知道。可看着怀里的女孩，狄贡心里
却燃起了一丝希望。没人知道苏佩蒂到底从哪来，如果她真的和那个女人有关，也许这并不是一场巧合。苏佩蒂迷迷糊糊地说，曾经有人教她唱过这首歌。狄贡一下子急了，抓着她的肩膀追问，到底是谁教你的？他多希望眼前的女孩就是自己失踪多年的亲生女儿，可理智却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幻想。年龄根本对不上，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现在应该已经9岁了，而苏佩蒂看起来实在太小了。这到底只是个巧合，还是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玩笑？苏佩蒂指着水池，非要找出里面的东西送给狄贡。看他那副执着的劲头，狄贡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既然这孩子这么坚持，狄贡只能叹了口气，答应亲自下水帮他捞出来。他叮嘱苏佩蒂乖乖待在岸上，千万不要乱动。谁能想到，堂堂海军统帅竟然会为了一个小女孩的礼物，卷起裤腿走进了水池里。这水底下藏着的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狄贡站在冰凉的水里，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大半夜不睡觉，居然真的跑来水池里摸鱼。他本以为这下面除了青苔就是石头，正打算随便应付2下，就上去告诉苏佩蒂什么都没有。可就在他准备收手的时候，指尖突然触碰到一个硬物，拨开淤泥一看，竟然是个精致的首饰盒。狄贡整个人都愣住了，苏佩蒂是怎么知道这水底真的藏着东西？看着手里沉甸甸的蓝色盒子，狄贡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东西他再熟悉不过，难道这就是当年失踪的那个？他顾不得身上还在滴水，大步跨出水池，死死盯着岸边的苏佩蒂。他声音沙哑地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东西葬在水底下的？”狄贡拿着盒子，还在追问苏佩蒂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可苏佩蒂根本没听进去，反而一脸开心地笑了起来。他说：“太好了，听人说这是给伤心人的礼物。”苏佩蒂仰着小脸，天真地问狄贡：“统帅大人，现在你拿到礼物了，是不是就不会再难过了？”狄贡看着眼前的孩子，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让他纠结了半辈子的秘密，在苏佩蒂眼里，竟然只是为了让他开心一点。盒子上的刻字清清楚楚，这是奥罗留给他的礼物，那个他愿意付出一切，甚至挖出心脏也要换回来的女人。尘封的记忆瞬间被撕开，奥罗当年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狄贡低下头，死死盯着怀里的苏佩蒂。这个神秘的小女孩不仅知道盒子的位置，甚至连性格都像极了那个人。他忍不住在心里问：“你到底是谁？”苏佩蒂歪着小脑袋，小声问狄贡：“是不是哭了？”这位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统帅，却还在嘴硬，非说那是刚才下水沾上的池水。他轻声请求苏佩蒂，能不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苏佩蒂伸出小手，轻轻摸了摸狄贡的脸。他想起2人的约定，决定帮他保守这个秘密。他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这个疲惫的男人，温柔地说：“没关系的，想哭的时候就大声哭出来吧。”这一刻，所有的伪装彻底崩塌。在这个小女孩怀里，他终于可以不再当那个无坚不摧的统帅。看着怀里笑得灿烂的小女孩，他忍不住低声呢喃着她的名字：“苏佩蒂。”大半夜的，卡明整个人都傻了。他盯着狄贡问：“你是不是疯了？竟然带孩子去游泳？”看着这一大一小，他简直不敢相信，这还是那个冷酷的统帅吗？怎么突然就转性了？卡明甚至忍不住调侃：“您明天不会就要交代在这了吧？要真是这样，我必须赶紧找下家了。”狄贡冷冷地回了一个字：“闭嘴。”狄贡把苏佩蒂托付给卡明，叮嘱他看好孩子，自己则拿着那个神秘的盒子，转身走向卧室。卡明倒是乐得自在，直言照顾苏小姐是他的荣幸，毕竟这种温馨的场面在统帅府可不多见。可当狄贡独自站在门前，他却突然停住了，手里那个华丽的盒子此刻仿佛有1000斤重。他盯着盒子沉默了很久，甚至没有勇气去打开它。谁能想到他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找到他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这盒子里藏着的秘密，恐怕要让这个冷酷的男人彻底破防了。狄贡终究还是没忍住，他对着那个盒子低声呼唤着奥罗的名字。这一刻，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哭一会儿。而另一边，卡明已经开始了秘密行动。关于苏佩蒂的身世，似乎藏着一个惊人的反转。如果猜测是真的，那事情就彻底闹大了。虽然调查结果显示这孩子的底子非常干净，甚至连塞德里克都查不出破绽，但卡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手里拿着哄孩子的玩偶，心里却在盘算，背景干净并不代表没有问题。狄贡看着手中的盒子，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苏佩蒂真的是那个孩子，卡明在一旁帮着分析，如果他不是你和夫人的亲骨肉，这一切根本就说不通。至于他怎么找到盒子的，大概是水之精灵王在暗中指引，毕竟孩子还小，说不清楚那些复杂的感应，只能说是听到了歌声。这个解释显然更有说服力。卡明看着那个盒子问：“你打算什么时候打开它？”狄贡沉默了片刻，既然是他找回来的东西，那就该在罚献者面前打开。走吧，回办公室见那个孩子，真相到底是什么？打开盒子的一瞬间，一切就都有答案了。卡明突然感慨起来，虽然已经会计不清他的样子，但心里还是想得难受。奥罗夫人真的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狄贡在一旁接话，尤其是她的胃口简直大得惊人。想起以前，他总是对自己发现的美食特别自豪，非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尝尝。只要海军打仗回来，他一定会准备最丰盛的宴会。在帕塞恩，没人会不喜欢奥罗夫人，就连最难搞的那位女士，见了她也得客客气气的。可聊着聊着，狄贡的神色却暗淡了下去。他发现自己竟然连他的表情都快想不起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份思念不仅没有变淡，反而像潮水一样，快要把他彻底淹没了。
这种思念根本不想放过他。狄贡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深海，四周全是望不到头的黑暗，怎么挣扎都逃不出去。他拿着那个装满秘密的盒子，推开了房间的大门。卡明也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听着这均匀的呼噜声，刚才那股压抑的气氛一下子全给整没了。本以为会有一场严肃的谈话，结果进屋一看，苏佩蒂这小家伙早就靠在沙发上睡得不省人事了。狄贡看着沙发上的苏佩蒂，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孩子连睡觉的样子都显得这么没吃相。”结果话音刚落，苏佩蒂突然大喊一声炸虾，直接从梦里惊醒了，看着他一脸委屈的样子，说是梦里的炸虾还没吃到嘴就飞了。狄贡只能无奈地安慰他，那还真是挺遗憾的。卡明见状赶紧打圆场，说要去拿点点心来哄哄孩子。狄贡这才把话题转回正事上，他举起手中的蓝色盒子说：“苏佩蒂，我要把这个打开了。”苏佩蒂歪着头一脸好奇，问那是什么东西。狄贡这下愣住了，这可是你亲手找回来的，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苏佩蒂一脸不可思议，指着自己问：“这真是我找回来的吗？”狄贡笑着点了点头，这种珍贵的宝贝都有魔法封印，根本不需要什么实体钥匙，只有特定的人碰到它，封印才会解开。苏佩蒂听得眼睛都亮了，直呼这也太神奇了。狄贡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轻声承诺说，不管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他都要送给苏佩蒂当礼物，因为这次他真的立了大功。就在说话间，那个紧闭的蓝色盒子突然传来了清脆的响声，封印解开了，盒子终于被打开了，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小婴儿的衣服、信件，还有一个精致的八音盒。苏佩蒂兴奋地翻看着，说这些东西他在托儿所也见过。狄贡看着这些旧物沉默了片刻，随后大方地表示，这个八音盒就送给苏佩蒂了。苏佩蒂开心地欢呼起来，可当他打开八音盒，清脆的旋律缓缓流淌出来时，他却突然愣住了。这首歌他总觉得在哪里听过。狄贡低声告诉他，这是一首摇篮曲，是他的伴侣奥罗以前经常唱给孩子们听的歌，声音就录在这个盒子里。苏佩蒂为什么会觉得耳熟？难道他和狄贡的过去真的有着某种血缘上的联系？狄贡看着苏佩蒂说，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早就过了听摇篮曲的年纪，但这个八音盒你应该会很喜欢。苏佩蒂开心地收下礼物。就在这时，卡明端着热腾腾的盘子推门而入，苏佩蒂心心念念的炸虾终于送到了。刚才还沉浸在音乐里的苏佩蒂瞬间变身小吃货，抓起炸虾就开始大快朵颐，一边吃还一边含糊不清地喊着真香。狄贡在一旁看得直皱眉头，忍不住提醒他，弄得满地都是炸虾渣子。结果苏佩蒂头也不抬，理直气壮地撒娇，让狄贡帮他擦干净。看着狄贡忙碌的样子，苏佩蒂嘴里塞着炸虾，含糊地说自己现在特别开心，因为不仅拿到了心爱的八音盒，还被温柔的统帅大人夸奖了。可吃着吃着，他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仔细一想，自己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房间的？狄贡说盒子是他找回来的，可他脑子里完全没印象。不过小孩子的烦恼总是消失的特别快，既然被夸奖了，那过程什么的都不重要了。苏佩蒂看着眼前的狄贡，觉得现在气氛正好，也许是时候问问那件一直好奇的事了。苏佩蒂突然举起小手，一脸认真地说，他有个问题想请教。狄贡今天心情不错，大方的让他尽管问。可谁能想到，这孩子一开口就是个重磅炸弹。他说自己在书上看到，只有最特别的伴侣才能触碰对方的秘宝。狄贡也没多想，随口就承认了。结果苏佩蒂紧追不舍，非要问个为什么。这下可好，刚才还热闹的精灵王们瞬间集体装死，谁也不敢接这个话茬。尤皮罗斯在一旁看得直摇头，感叹育儿最艰难的动荡期终究还是来了。苏佩蒂还没打算放过他，接着又抛出一个更尴尬的问题，听说人只要一兴奋，秘宝就会自己跑出来。看着苏佩蒂那双求知若渴的大眼睛，统帅大人彻底陷入了沉思，这该怎么跟一个小孩子解释才不会显得太奇怪？苏佩蒂的连环追问还没完，既然不让别人碰，那为什么还需要伴侣呢？他甚至直接盯着狄贡问，统帅大人，你会让别人碰你的秘宝吗？尤皮罗斯在一旁疯狂敲鼓，这可是终极送命题，就看这位新手爸爸怎么接招了。狄贡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说这种事等你以后遇到灵魂伴侣就明白了。这招显然是在回避问题。狄贡解释说，秘宝这种东西太珍贵了，只能展示给最重要的人看。身后的卡明已经憋笑憋得辛苦，这种骗小孩的话，也就统帅大人能说得这么一本正经。可苏佩蒂的逻辑无懈可击，他歪着头继续追问，既然是最珍贵的东西，难道连家人都不能分享吗？看着苏佩蒂那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狄贡终于忍不住出手了。他一把抓住这个小淘气，笑着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你这就是在故意给我出难题。苏佩蒂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狄贡抱起来一顿挠痒痒。刚才还严肃的讨论，瞬间变成了满屋子的欢笑声。苏佩蒂一边躲闪一边求饶，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好痒啊。可闹归闹，这孩子心里已经种下了好奇的种子。他一脸憧憬地问，那我也想快点见到我的灵魂伴侣，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遇到那个人呢？看着苏佩蒂天真的笑脸，狄贡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孩子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看着苏佩蒂一脸期待的样子，狄贡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低声说了句，现在谈这个还太早了。苏佩蒂显然不服气，觉得有灵魂伴侣明明是好事，为什么大人们总是遮遮掩掩？
他大声抗议，自己真的很想知道答案。狄贡眼看快要招架不住，赶紧使出了杀手锏。他让卡明把甜点端上来，试图用美食堵住这孩子的小嘴。卡明在一旁憋笑，憋得辛苦，赶紧应声去拿吃的。一听说有草莓马卡龙，苏佩蒂的注意力果然被带跑了，吵着要多吃几个。虽然嘴里吃着甜点，但苏佩蒂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发现统帅大人和精灵王们一样，都在合伙瞒着他。这种被当成小孩子的感觉，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明明自己已经长大了，为什么大家就是不肯说实话呢？深夜的黎明公爵府安静的有些诡异，仿佛连空气都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他看折纸间的蝴蝶，低声说了一句：“你总算回来了。”他看着漫天的蝴蝶，轻声许下了一个愿望。虽然嘴上说着希望你能快点长大，但他心里其实一秒都不想等。管他什么因果注定，他根本不在乎。再等我一下，苏佩蒂，我马上就去见你。看着苏佩蒂这胃口，谁能想到他这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能装下这么多点心？不过吃归吃，他可没忘了正事，还得去调查什么家族秘史。说白了，就是家里那些不愿提起的伤心事。他看向一旁的统帅，心里有点犹豫。每次提到家里人，统帅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快要哭了。但如果现在不问，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苏佩蒂终于问出了那个一直藏在心里的问题：我以前是不是有个姐姐？她叫什么名字？狄贡沉默了一下，给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路雅尔。本以为这只是个尘封的秘密，可狄贡接下来的话却揭开了一段惨烈的往事。7年前的那场海难，带走了家里所有的欢笑，全船的人都消失在海浪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可奇怪的是，听到这些名字，苏佩蒂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像棉花糖一样甜，正温柔地叫着她的乳名。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就在家里乱成一团的时候，埃尔根也倒下了，他不停地咳嗽，甚至开始吐血，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看着苏佩蒂担心的样子，狄贡摸了摸他的头，终于说出了实情。这种病极其罕见，1万个人里才有一个会中招。最关键的是，他从来不找普通人，只有那些所谓的觉醒者才会受这种罪。看来这个家里的秘密比想象中还要深。这种病简直就是个诅咒，体内的力量会反过来攻击心脏，一旦彻底爆发，寿命就只剩下短短5年。苏佩蒂听得心里发毛，他想起之前还让埃尔根帮自己干活，万一加重了病情可怎么办？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大手温柔地按在了他头上。狄贡低声安慰他，这些事不需要小孩子来操心，大人们一定会顶住。他看着苏佩蒂的眼睛保证，绝对不会让当年的悲剧再次发生，有他在，谁也别想动这个家。跟狄贡道完谢，苏佩蒂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系统奖励居然到账了。这次给的东西有点奇怪，是10克充满知识的黄油，只要谁吃了这东西做的菜，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帮他的忙，这简直就是个社交神器啊！小精灵油皮罗斯怕黄油化了，还贴心的帮他先存了起来。不过苏佩蒂可没打算就此收手，他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干得好印章，毕竟好东西谁会嫌多呢？就在他开口询问的时候，小精灵神秘兮兮的掏出了一个宝贝，看来真正的惊喜还在后头呢。小精灵油皮罗斯拿出一张葡萄收集版，说以后只要表现好，就能在上面盖一个干得好印章，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开门红了。苏佩蒂心里美滋滋的，看着眼前的统帅，他特别想显摆一下刚拿到的宝贝，可狄贡压根没往那方面想，只是温柔的催他赶紧去刷牙。苏佩蒂憋得难受，最后还是没忍住，试探性的叫了一声统帅，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口呢？苏佩蒂这才反应过来，不管是葡萄版还是小印章，原来都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虽然没法跟统帅显摆，有点小失落，但他很快就想通了，就算没人夸奖，他也要为了这个家继续努力，毕竟现在的局面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转眼到了第2天清晨，女仆丽娜推门走了进来，提醒他该起床准备了，新的一天又会有什么挑战在等着他呢？苏佩蒂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丽娜赶紧提醒他，今晚可是有个重要的家庭聚会，也是他第一次正式见家里的其他人。苏佩蒂一边乖巧点头，一边还惦记着塞德里克先生，想亲手送他一份虎鲸糖当礼物。丽娜看他这副懂事的样子，忍不住提醒他赶紧去洗漱换衣服，顺便还要考考他昨天的功课。看来这顿晚饭可不只是吃吃喝喝那么简单。苏佩蒂拍着胸脯保证，为了今晚的聚会，他可是把功课背得滚瓜烂熟，从大姑姑薇奥莱特到二姑姑塞西利亚，甚至连三叔叔那英的名字都对得上号。最后当然少不了他的统帅老爸，也就是家里的老四狄贡。丽娜听完都忍不住夸他，这记性简直没谁了。看来今晚的认亲现场，苏佩蒂是绝对不会掉链子了。看来今晚这顿饭，苏佩蒂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知道2位姑姑为了争夺继承权，现在正闹得不可开交，所以连称呼都得格外小心。苏佩蒂不仅记住了人名，连家里那点复杂的血缘关系也全都摸得清清楚楚。看着他这副努力认清形势又乖巧求夸奖的小模样，丽内的心都要被萌化了。苏佩蒂正因为被夸奖漂亮，加上早上吃了草莓蛋糕，整个人兴奋的走路都带风。丽娜在后面嗓子都喊哑了，也没能拦住这个跑疯了的小家伙，结果下一秒就乐极生悲了。苏佩蒂一头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安吉拉，两人直接摔了个底朝天，场面一度非常混乱。最糟糕的是，安吉拉那件华丽的新衣服上全都被蹭上了白花花的面粉，这下撞得可不轻。苏佩蒂
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闯祸了，身上的面粉全蹭到了对方裙子上，这可是安吉拉最心爱的漂亮新衣服，这下全给毁了。安吉拉当场就委屈的不行，苏佩蒂赶紧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结果旁边的女仆根本不买账，直接大声呵斥，道歉就有用了吗？你一个平民，凭什么在这里乱跑？看着眼前漂亮的安吉拉，苏佩蒂还挺想跟她交个朋友，于是赶紧伸手想帮她把裙子上的面粉拍干净。我帮你擦擦，对不起哦。谁知到手还没碰到裙子，旁边的女仆突然发难，啪的一声，直接把苏佩蒂的手甩开了。你好大的胆子，也不看看他是谁，别用你的脏手碰他。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丽娜终于赶到了。丽娜一把护住苏佩蒂，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对面的马蒂尔达还不依不饶，指着弄脏的衣服大喊大叫：丽娜，你打算怎么赔？这可是我们小姐的新裙子。丽娜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爆发了，她大声质问马蒂尔达：你居然敢对她动手？马蒂尔达还没反应过来，丽娜直接亮出了底牌，大声宣布了苏佩蒂的身份。你给我听好了，这位可是苏佩蒂小姐。苏佩蒂整个人都愣住了，在她的印象里，丽娜一直都是温柔体贴的，从来没见过她发这么大的火。丽娜转过头安慰苏佩蒂：别怕，是不是吓坏了？结果对面的马蒂尔达还在作死，冷笑着嘲讽：哟，居然还护着一个卑贱的平民。丽娜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给我闭嘴！马蒂尔达，就算你是安吉拉小姐的家庭教师，我也不会再忍你第三次。看着丽娜这副要杀人的架势，苏佩蒂吓得连格都止不住了。这下对方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后果真的不敢想。安吉拉拉着马蒂尔达告状，语气里全是骄傲和嫌弃。他说：那个女孩居然跟他撞了发型，简直不能忍！你快去让她把头发解开，今天只能我一个人扎这种辫子。苏佩蒂整个人都听傻了，他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能无理取闹到这种程度，明明已经道过2次歉了，甚至还想帮他清理衣服，结果现在连头发都要管。苏佩蒂死死攥着裙角，心里委屈到了极点，这可是丽娜今天早上辛辛苦苦帮她扎好的辫子，凭什么要因为这种理由拆掉？马蒂尔达摆出一副施舍的嘴脸，说只要苏佩蒂把这土掉渣的辫子拆了，安吉拉小姐就可以大发慈悲，不再追究刚才的事。就在这时，一直观察局势的精灵王们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给苏佩蒂撑腰，甚至提醒她，如果现在退缩了，丢的可不只是她一个人的脸，连丽娜和统帅大人的面子都要被踩在脚底下。苏佩蒂听完直接炸毛了，她大声拒绝，想都别想，丽娜和统帅大人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跟这种人低头？这辫子她今天还就扎定了。看着苏佩蒂这副硬气的样子，连精灵王都忍不住在旁边叫好。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有了丽娜和精灵王撑腰，苏佩蒂现在底气十足，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了。安吉拉显然没见过这种场面，整个人都懵了，赶紧向旁边的马蒂尔达求助，问现在该怎么办。马蒂尔达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不屑地说：别理他，这种没教养的孩子就是这样。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丽娜周身散发出恐怖的气场，低声警告说：看来刚才的话你们是没听进去，我可没打算再忍了。眼看丽娜就要当场爆发，苏佩蒂意识到大事不妙，必须赶紧拦住她，于是她大声喊出了一个名字：我的老师可是赛德里克大人。赛德里克这个名字一出来，马蒂尔达当场就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丫头竟然是那位大人的学生。苏佩蒂还一脸天真的补刀，说老师夸她是全城最聪明的。这下马蒂尔达心里彻底慌了，难道这孩子已经在接受继承人培训了？丽娜看准时机，直接开启了毒蛇模式。她说苏佩蒂不仅能跟家主单独见面，还是万中无一的觉醒者。反观那位不可一世的安吉拉小姐，好像连家主的面都见不到吧，甚至到现在都还没觉醒。苏佩蒂歪着小脑袋，最后又补了一记绝杀。原来安吉拉不是觉醒者啊！这番话简直是降维打击，刚才还嚣张跋扈的2个人，现在被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脸丢的可真是太大了。苏佩蒂这招杀人还要诛心，他一脸无辜的道歉，说难怪在课上没见过安吉拉，原来是因为对方根本没资格去啊。这下安吉拉的自尊心彻底碎了一地，刚才那股傲气全没了。他拽着马蒂尔达闹着要回房间，连爷爷都不敢去见了。马蒂尔达现在也没了主意，只能低声下气的在后面哄着。这场面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看着对方灰溜溜逃走的背影，丽娜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连精灵王们都在屏幕里疯狂庆祝，直呼自家的宝贝赢妈了。丽娜拉起苏佩蒂的手，笑着说要回去换件更漂亮的裙子，既然赢了，那就要打扮的漂漂亮亮去赴宴。刚才那场仗总算打赢了，苏佩蒂拍着小胸脯松了口气。看到丽娜的心情转晴，她这才放下心来。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绝对要乖乖听丽娜的话，毕竟丽娜生起气来，那气场实在是太吓人了。就在这时，丽娜已经帮她换好了新裙子，这一身蓝色蕾丝洋装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丽娜看着自己的杰作，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叹，直夸自家的宝贝小姐真是可爱到了极点。苏佩蒂对着镜子嘿嘿傻笑，显然对这身打扮满意的不得了。既然已经美翻了，那就准备好去惊艳全场吧。统帅大人狄贡亲自登场，这排场直接把气氛拉满了。他推开门，要带苏佩蒂去参加重要的家宴。苏佩蒂一路上都在打听，想知道那2个哥哥会不会出现。结果狄贡却带回了坏消息，二哥哥埃尔根因为生病，没办法承受觉醒者的能量波动，只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静养。苏佩蒂听完心里拔凉拔凉的，他之前去图书馆
就扑了个空。本以为今天能见上一面，结果还是没戏。他又不死心地问起大哥哥米卡德，谁知道这位更是个大忙人，现在还在往回赶的路上，根本来不及参加聚会。苏佩蒂这下彻底郁闷了，明明有2个亲哥哥，结果今天一个都见不着，这顿饭吃的可真是太遗憾了。狄贡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反常了，他先是欲言又止的叫了一声，接着就开始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苏佩蒂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位统帅大人平时雷厉风行，现在怎么一副藏着掖着的模样？他敏锐地注意到狄贡的手一直背在身后，已经维持这个姿势好半天了，这明显是带了什么东西过来。苏佩蒂心里忍不住开始犯嘀咕，难道是给自己准备了什么特别的零食？